哎，有红酒吗？拿个红酒。他们想象中的女艺人应该都是这样子，戴着墨镜，品着红酒，然后3、5个佣人簇拥，然后紧接着下一个镜头就在农村里面挖土。那你自己真实在车里的状态？就是鞋一脱，然后这个调到最直，这样子是最舒服的。就前几天，就特别简单一场戏，NG 了好几次。导演跟我说说完之后，哎，好不容易过了之后，我整个人都怀疑人生了。我说，天哪，这么简单一个。都要 NG 这么多次，然后我就疯狂看，疯狂背的完了之后，然后去，哎，今天又感觉特别顺利，但有时候你就抓摸不住那个导演他那个就是他有时候他有的地方就抠的特别严，你知道吗？看到了。这一刻我在演了，我都能想到下一刻，就是说明年后年播出来的时候，人家说，哎呀，这个图，这个他怎么这么丑，什么的，哎呀，这个地方演的怎么这么尬呀，什么的，简直就是被碾压，真的在这个剧组里面就是什么，反正各种通稿，但是管他说的有的没的，就是能想到会有这些声音。就是可以接受不一样的声音，我不是不接受别人说我这边那边不好，这边不好，但是你这有点表演痕迹太重了，我就觉得有点，就是一开始会觉得啊，他们怎么老骂我呀，老黑我，后来发现怎么老是这个套路啊？先是营销通稿咔买一坨，然后阴阳怪气的话说了一通说，哎呀他怎么样，哎我觉得你们觉得呢？干嘛剪刘海呢？我自己剪。剪刚了。我剪不好那就完了，那就今天大事不妙。然后以后他的妆发就自己弄，给他留1天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走上这一步其实是我自己都没有想过的。包括在节目里面，我也不知道我出了节目会什么样，甚至我成团那一天我都是迷茫的。我在想，成团了意味着什么呢？各位老师好，我叫杨超越，今年19岁，身高168，体重50千克。那你是你们村的村花吗？算了，从小就人家说我好看，我觉得也没有太骄傲。请发表你的未来宣言。我日是干啥不行，跟老板吵架第1名。但是我前阵子我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我就是参加个比赛，我没有想到我能做女团2年。当时我只是随着那波浪潮，感觉一直是往前冲。当往前冲这个事情结束了之后，我还要什么呢？没有想法了。然后在成团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慢慢的，大家又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就感觉就是那种学走路的人吧，学着，然后突然大家都各奔东西，找到自己想要去走的那一条路。孔还不够。我觉得还是真的是需要时间来去成长，就很多时候真的很想去给大家反馈，但是真的没有办法很快的去交出这份答卷。好吧，来出来吧，让我们欢迎各位来。好，首先欢迎的是超越。好，小红象来了。来，接下来3季你都在嘛？然后那个刚才海涛哥也说了，你这个侦探能力好像稍微弱一点，是不是因为没有实战的经验，所以就是他在小看我。我看着他们谈恋爱啊，以前我就是那种反复状态，闲下的时候会想，哎呀，晚上就
哎呀，好想谈个恋爱呀。然后睡完觉，第二天，哎，我又不想谈恋爱了，就是这样子。偶尔会萌生那个念头，但是其实忙起来又觉得，哎，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必要，也不是什么生活必需品。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有向往，对。因为我有时候我压力大的时候，我特别想逃避现实社会，然后我就会看小说，我整个人就沉浸在小说的世界里面，就感觉忘掉烦恼，然后进入了一个理想的生活、理想的世界里。好了，我们走。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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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边前面过一个，这边做一个。我不太喜欢赶路的那个过程，所以我以前别人问我想要什么，我都说我想要一个任意门。我是真的很想省去这个途中的这些东西，真的太累了。我晕车呀，你说有多难受？我晕车，我这太难受了，我难受炸了我。没有什么好办法，吃晕车药，一觉睡过去。成团之前做过的工作特别多，就是什么，甚至缝纫啊，缝纫工可能也做过啊，什么，就不用什么经验的那种，就是什么可能咖啡厅里面端端盘子啊，然后扫扫地呀，这种简单的活。因为毕竟我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生存，所以我需要去挣钱。我觉得我的成长环境吧，其实就还蛮有帮助吧，因为毕竟就最普通的人的代表，我觉得就可能，但是突然就一个改变，还是跟他们就是经历了两极化的人生吧，我觉得。一些我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我会觉得认了吧，认了就会心态会看到别人也一样的话，我就觉得，哎，忍忍就过去了吧。以前会觉得啊，他好可怜啊，他怎么样，现在就会觉得，哎，生活不都是这样，忍忍就过去了。因为对于我来说，这一切来的都不是那么真实嘛。我一直有想，我说红也是一种活法，不红它又有一种活法，就是不是你生来就注定只有一种活法的人。所以不要就是跟着他们的节奏点去走，你还是要有你自己的一个节奏点，要不然你会迷失掉自己的。我觉得。可以拍照录出去。多少分钟到现在？那可以再拍几张，摁几张。但是我说的挺紧。那你看我刚刚出舞台的时候，刚进入大家视野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像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吗？我觉得人这一生中，可能就是说不要太在乎别人的声音和眼光，但是人还是一个比较追求认同感的人，所以我希望被认同。我追求的认同不是每个人的认同，只是一个大范围的圈子，我认为我在乎的那些人的认同。我觉得我能认可的，不是所有人的认同我都认可的，也不是说所有人的不认同我会去在乎的。所以可能我自己有一方面的评判标准，就是你的评判标准是可以任意对我实施，但是我会筛选我认为对的，因为我有自己的独立的大脑，所以我不会从众的去跟随。对，来了呀，刚才还在那边呢，现在不知道去哪。你找他有事儿？
因为我觉得我不想去做循规蹈矩的事情，我也不想做有规律的事情。我觉得每一次都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我觉得太循规蹈矩太无聊了。我是觉得，就人生还是需要一些随机的东西，突然的一个决定就去做，突然的想法就去实施，就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的。哪儿几22。哎，不对，22怎么会是在这儿呢？这不18、19吗？20、21、22。你看你自己看上面是22吗？对，就在这边。是吗？是啊。未来的路到底走向哪里？我觉得就看，就是上天呗，就是一半的权力握在自己手上，还有一半权力可能就交给老天爷。鸭子窝。一个问题你问我几次啊，我可能隔个几天就是另外一个答案了。而且有的时候我甚至我自己说的话吧，有时候忘了。我想，哎，我当时说过吗？也不太记得。可能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每句话都只是代表我当下这一刻的观点，我可能过2天之后我的观点又变了。我的观点是不是会永远统一的？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说的话一下子变了的话，不要惊讶，因为那时候我说的话只代表当时的我，而不代表以后的我。以后的我还是会变的，所以一个问题我有不同的答案，就在下一秒都可以再变。